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曾是副诗琪，转型后为何让粉丝如此痴迷？程毅这名字最近火得跟夏天烧烤摊上的炭似的，走到哪儿都能听见人聊，粉丝们为他疯狂。连半夜三更钓鱼这事儿都能被吹成人间真实，可这背后他到底是个啥样的人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，聊聊这位仙侠剧顶流的故事。先说那部让他一夜爆红的仙侠剧，剧里他演了个清冷孤高的仙人，眼神一瞥，粉丝直呼心动。这部剧播出后，收视率直接破表，网上讨论热度1个月没降下来。数据摆那儿，某视频平台播放量超50亿，弹幕全是程毅太绝了。可你知道吗？他演戏不是1天2天了，10几年跑龙套，演配角，硬是靠这部剧翻身。早些年，程毅还不叫程毅，叫傅诗琪。那时候他刚出道，接的角色全是路人甲。有粉丝扒出他当年的采访，笑得阳光，话也多。爱开玩笑，跟现在那股高冷仙气完全不搭。粉丝们看完直乐，说这反差也太可爱了，像发现了宝藏。有人甚至翻出他学生时代的照片，穿着校服，笑得一脸单纯，愣是把青春这词给演活了。不过程毅火了，麻烦也跟着来了。有娱记想挖他的黑料，跟踪了好几个月，结果拍到啥？半夜2点。他在湖边钓鱼，穿着件旧 T 恤，安静得像个老大爷。照片一出，网上全炸了，粉丝笑得不行，说这算啥黑料？证明我家哥哥生活健康吗？这事儿还上了热搜，标题是程毅夜钓被拍，点进去全是哈哈哈。娱记估计也傻眼了，费尽心思，结果给程毅免费宣传了一波。说起程毅的演技，圈里圈外评价两极化，有人觉得他就是靠仙侠剧的滤镜，运气好，角色讨喜；另一边，业内人士却说他细节处理到位，比如他演哭戏，眼睛红得自然，手会不自觉揉眼睛，像在掩饰情绪。导演都夸他这小子演戏有灵气。有次拍戏，他为了一个摔倒的镜头，练了10几遍。膝盖都青了，愣是没喊停。粉丝知道后心疼的不行，直说这敬业劲儿谁不爱？句号。程毅的粉丝群体啥年纪的都有，年轻人喜欢他的颜值和反差萌，中年人则觉得他踏实，像邻家大男孩。他在采访里说过，演戏是他最爱的事，哪怕累得不行，看到观众喜欢就值了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可干这行10几年，没点真心谁坚持得下来？有数据说，他在2025年拍了3部剧，平均每天睡不到5小时。粉丝算了笔账，说他1年有300天在片场，愣是把卷王这称号坐实了。当然，程毅也不是没争议。有人说他演的角色太单一，仙侠剧火了，其他类型却没啥代表作，还有人吐槽他话少，综艺上不活跃，镜头感弱。但粉丝反驳，他就是这性格，慢热，真实。有次综艺，他被问到为啥不爱说话，他笑笑说，话多了，怕说错。这回答愣是把主持人给逗乐了。粉丝看完更喜欢他了，说这叫钝感力，不争不抢，自在得很。说到程毅的魅力，可能就在于这份真实。他不完美，会紧张，会害羞，但从不掩饰。粉丝们爱他，不是因为他多光鲜，而是那些小细节。拍戏时认真记笔记，谢幕时鞠躬到90度，路边吃盒饭吃得香。这些画面拼在一起，像极了咱们身边某个努力生活的朋友。谁看了不想夸一句，这小伙子行？句号。程毅的故事，某种程度上也像咱们普通人。
他不是天生主角，没有大背景，硬是靠一步步努力走到今天。娱乐圈这地方，名利场也好，放大镜也罢，想保持初心不容易。可他做到了，演戏认真，生活简单，连钓鱼都能钓出股岁月静好的味儿。这份坚持，让人觉得追星也不只是看脸，还能追一份对生活的热爱。程毅曾是副诗琪，转型后为何让粉丝如此痴迷？程毅这名字最近的出镜率颇高，赶超了我家楼下那只流浪猫。流量爱豆吗？铁打的粉丝，流水的墙头，大家换本命的速度堪比光速。但说来也怪，程毅这名字总觉得有点不落俗套的意味。要说他平步青云，一夕爆火吧，似乎也差了那么点意思。毕竟也算是圈里的老油条了，演过的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真正让他礼跃龙门的，还是那部仙侠剧。剧里他演了个纤尘不染的谪仙，用饭圈术语来说，就是人间角色，又惨又强。粉丝们蜂拥而至，恨不得把他的祖坟都刨出来，结果发现这哥们还真是块璞玉。考古爱豆这事儿，说白了就是给偶像做全身 CT。早年的访谈录像，社交平台的只言片语，甚至路人甲乙丙丁的惊鸿一瞥，统统拿出来显微镜式解读。有粉丝扒出，早些年的程毅，艺名还叫傅诗琪，那时候的他似乎更鲜活恣意一些，还挺吃撩那一套。这和现在荧幕上那个自带清冷气场、惜字如金的形象，简直是南辕北辙。这种反差萌，一下子就挠到了粉丝的痒处。谁不喜欢挖掘偶像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这种考古癖也挺值得玩味的。我们钟情的究竟是原汁原味的偶像，还是我们自个儿脑补的完美人设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有娱记为了捕风捉影，挖出程毅的黑历史，明察暗访了好几个月，结果呢，拍到的却是他3更半夜跑去垂钓。这事儿一出，粉丝们都炸开了锅，纷纷揶揄道：“这算是被狗子反向盖章人品了吧？”细细琢磨，这事儿背后其实也挺令人唏嘘的。在流量为王的当下，娱记们为了攫取眼球，可谓是机关算尽。但当他们把镜头对准一个真正热爱生活、恪尽职守的艺人时，却发现根本无从下手。这反倒成了一种莫大的讽刺。程毅的走红也引来了一些局语。有人说他不过是搭上了仙侠剧这趟顺风车，不过是镜花水月、过眼云烟罢了。也有人说他演技可圈可点，后劲十足。但不管外界如何评说，他都在孜孜不倦地塑造每一个，试图赋予他们独一无二的灵魂。他会在难言的时候揉眼睛，小动作频频，试图掩饰内心的波澜。粉丝们早就洞悉了他的障眼法，却觉得他更加率真可爱。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爱，才是追星的醍醐味吧。说到底，喜欢一个人，往往不是因为单一的闪光点，而是无数个细枝末节汇聚在一起，最终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引力。就像程毅，他的反差萌，他的钝感力，他对事业的赤诚，都成为了粉丝们爱屋及乌的理由。当我们想当然地将明星的蹿红归功于天时地利人和幕后推手时，是否忽略了他们自身的砥砺前行和默默耕耘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，能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，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件事，本身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品格。满眼星河，皆是烂漫。粉丝们钟情于程毅，或许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憧憬的生活状态，那种简单、充实、不落俗套的状态。或许对他的这份情愫，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慢慢沉淀，变成一种润物无声的守护和陪伴吧。而那些曾经让他深陷舆论漩涡的喧嚣，最终也会被时间荡涤干净，
只留下真正属于他的璀璨星光。